来关注岛内能源问题，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岛内电价不断飙涨。日前，民进党当局宣布，从4月1号起涨电价，平均涨幅高达11%，引发岛内民怨。过去，民进党宣称用爱发电来骗取选票，现在不料一语成谶。有岛内网友戏称，用电就是献爱心。而分析认为，即使电价飙涨，但岛内缺电的难题仍然无解。台媒报道称，1340万户家庭用电受影响。按照阶梯电价方案，第3梯级的电价高达8.46元新台币每度，为史上最高。以3口之家夏季单月用电600度计算，每月电费约合人民币450元。高峰的6到9月预测将比去年同期多付约300元。此外，还有91万户小商家受影响。民进党当局对涨电价轻描淡写，宣称93%家庭每月多花不到2颗茶叶蛋。这种说法引爆网友的怒火。有人表示，那茶叶蛋钱民进党出就好了呀。民进党当局的文宣也再次翻车，有主管部门官员以所谓岛内一家每月用电700度以下的烘焙作坊为例，但话音未落就被痛批不食人间烟火。反问，怎么可能一家烘焙作坊每月的用电不到700度？有网友质问，难道是这家烘焙作坊自备核反应堆？有商家也表示，这种电量只可能在没有烘焙设备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像除了烤箱，像我们冰箱是第2用电量最高的一加工的商品，像那个油炸锅都是使用量耗电量最大的设备。我也希望我的电是用700度了，因为我们电费就是大概2万5到3万块，我们如果抓均值1度5块，所以3万块除以5块，就等于到5、6千度啊。700度电，除非是他现场没有做烘烤，原来是没有包含设备。我们就问哪一家面包店它没有包含设备，这样子还可以称之为面包店吗？过去会有叫我们用爱发电、用废发电，经由美花烘焙。牛肉面是台湾地区的地标美食，有牛肉面店业者表示，民进党当局简直是胡说八道。1500以下要怎样才可以有办法？就是都不要开冷气，也不要开电风扇，你就只有电灯啊，最好也不要有冰箱，因为这些都很耗电啊。电力是基础设施的基础，调涨电价也必将引发连锁反应。台湾铁路公司近日证实，车票价格将进行调涨，台北至高雄的高铁票价可将涨到1720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390元。医院、电信、观光住宿等行业也都表示将相应涨价。值得一提的是，电价导致台北地铁运营成本大增，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出来说明情况。其实受到很大的冲击，对北捷的营运是非常沉重的压力。但是我们还是很希望能够给予我们包括北捷的动涨或是有专案的优惠，甚至可以提出像是节能补助。岛内媒体指出，台电亏损是民进党当局能源政策严重失误所造成的，但现在需要通过电费涨价的方式来让全民买单。事实上，民进党当局上台后实施所谓非核家园，诋毁并关停岛内核电机组，造成能源巨大缺口。加上芯片制造业等岛内支柱产业能耗极高，岛内一到夏天就缺电拉闸的现象越发频繁。实际上，非核家园十分荒谬，纯属骗选票的文宣操弄。在311大地震后，日本想方设法快速恢复了核电站运作，而去年法国的核电占比更高达66.15%。在岛内如此缺电的情况下，民进党当局还在强推2025年完成非核家园的目标，无视岛内民生与产业需要。有岛内民众无奈表示，没有完成下架民进党的目标，大家也只能共同承担这样的结局了。能源政策跟结构的错误，如果不导正，我跟各位保证，这一波涨电价只是开始而已。是赖清德他要去认知到蔡英文的能源政策错误。台湾地区前领导人、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宣布，将开启第2次大陆之行。国台办对此表示欢迎，并证实马英九将于4月1日到11日率领台湾青年到广东、陕西、北京等地寻根交流，并参加甲辰年清明公祭、轩辕皇帝典礼等活动，并参访。这是马英九继去年3月返回大陆湖南祭祖之后，再次到大陆访问。访问地点也首次包括北京，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5号表示，我们欢迎马英九先生率团来访，希望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弘扬慎终追远、饮水思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包括两岸青年交流在内的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和心灵契合，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造福两岸同胞，共促民族复兴。
同日，马英九基金会召开临时记者会，基金会执行长肖旭曾说，去年3月，马英九率大九学堂学子访问大陆，对两岸关系有极其正面的影响，也让大陆民众看到台湾青年学子的活力。去年7月，马英九基金会邀请北大、清华、武汉大学、湖南大学与上海复旦大学的师生来访，让大陆青年更深入了解台湾，也与台湾民众留下许多难忘的互动。这2个重要的互访，证明两岸青年交流的效果与重要性。那我们希望今年的这次的访问也能够一样这个让两岸青年能够更加深入的交流，也能够对两岸关系有积极而正面的贡献。马英九认为，两岸青年应该要多交流，多一分接触就会多一分情谊，未来两岸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对此，台当局表示，已于25号上午收到马英九的出访申报，表示将尊重马英九的个人行程规划。马英九的第2次大陆行受到岛内媒体高度关注，不少台媒认为马英九再次到大陆访问有助于缓和当前紧绷的台海情势。台湾中天新闻认为，此行最受注目的是马英九今年的行程多了北京一站。台湾联合报也高度关注马英九的北京行程，认为在后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任前，马英九访陆行在政治上的意涵更胜去年。马英九真正到中国大陆，这一次算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就是能够进入北京。随着蔡英文也要下台了，他没有理由刁难的。民进党最怕的就是说，马英九到了北京会有什么样的政治动作。马英九来访是否与大陆官员会面交流，也是外界的关注重点。肖旭曾表示，此次就跟去年马英九访问大陆一样，一向就是客随主便。现在因为许多的事件让两岸的情势非常的紧张。那我想，在两岸情势紧张的情况之下，无论任何时候都需要两岸交流，特别是两岸年轻人的交流。我们一向是客随主便嘛，到各省或者是到哪边去，他们有什么样的安排，什么样的这个接待我们都客随主便。深圳卫视注意到，出席暨黄帝陵大典是马英九此行已经公布行程的重头戏。公开资料显示，马英九在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8年内，曾6度参加遥祭黄帝陵典礼。轩辕皇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史记武帝本纪载，皇帝崩葬乔山，乔山位于陕西延安黄陵县。国务院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黄帝陵编号古墓葬1号，史称天下第一陵。人民日报海外版曾于2017年刊文介绍，上世纪80年代以来，每年都有大批港澳台同胞及海外的华侨华人回国祭拜黄帝陵，其情其景十分感人。文章介绍，2009年4月3号，马英九在台北遥祭黄帝陵。中国国民党前领导人连战吉夫人、吴伯雄、江炳坤、林丰正、新党前主席郁慕明、亲民党前主席宋楚瑜等也先后来黄帝陵谒陵祭祖。有分析认为，马英九出席祭黄帝陵祭典本身就带有很强烈的信号，这一举动表明两岸之间同根同源，文化和血脉相同，这是两岸割不断的联系，并以此向岛内传达出反台独的讯息。上一次马英九大陆行也是在清明节时点，去年3月27号至4月7号，马英九来大陆祭祖参访，并带领数十位台湾青年前来交流，到访了南京、武汉、长沙、重庆、上海等地。当时深圳卫视特派记者陈佩瑶、吴志刚全程跟团报道。去年全程报道马英九大陆行呢，我最大的感受其实有2点。第一点就是感动，是对马英九先生寻根祭祖数次落泪的感动，也是对两岸的青年学生呢能够热络交流、建立友谊的感动，更加是对那些出访大陆的台湾学生能够对大陆改观，能在真正的了解大陆之后呢，理性的思考两岸关系的感动。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当时整个记者团呢，都是对马英九先生的体力表示敬佩的，每天的安排都是满满当当的。其实对我们这些青壮年来说呢，都是挺累的，何况呢他已经73岁了。我们也很期待他这次呢会带来什么样的交流成果，也很好奇他还会不会每天早上6点钟就起来跑步呢？去年3月28号，马英九先生拜谒了南京中山陵，并题写和平奋斗，振兴中华，以致纪念。随后接受媒体联访时也回答了深圳卫视记者的提问。请问您最希望此次随团的台湾青年们收获什么呢？我们希望他们深入了解国父的生平，还有两岸的关系，认清楚两岸一定要走向和平奋斗，才能够振兴中华。深圳卫视记者陈佩瑶表示，经过去年的交流，他已经与几位台湾青年加上了联系方式，交流之中也能感受到他们的友好热情。
他们也会偶尔发朋友圈，记录一下对大陆的美好印象，我也是都会给他们点赞的。马英九先生今年率团来访的行程中还包括广东省。陈佩瑶非常期待台湾青年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建设发表看法和感受。我们知道马英九先生呢是在香港出生的，而广东呢是一个跟香港毗邻的大陆省份，那么很多的文化呀，包括饮食啊都是相通的，相信马英九先生在这里会找到很多的亲切感和熟悉感。根据他们的公开行程显示呢，就是马英九先生会带学生们去中山大学进行交流参访。从上一次的行程安排啊，我们其实可以看出马英九先生是非常想要追寻孙中山先生在大陆的历史足迹的，所以这次啊，中山大学在这个行程之列呢，其实也是不出意料的。